嗨，我是于哥。我们在电视上和视频里看到光子量子计算要靠一堆镜子、透镜和光纤堆起来才能跑运算，这一堆庞然大物如何走入生活？如何制作比手机和电脑 CPU 显卡还小的光子量子芯片呢？最近，哈佛的研究人员告诉我们，以后可能轻轻贴上一张比头发丝儿还薄的纳米贴纸，就能实现光子量子计算功能。我们先说说主角光子，也就是光的基本粒子。在量子领域，它们可是传递信息的超级快递员，而且还能在室温下工作，不用冻成-273度的量子冰棍。但传统光子量子计算设备麻烦得很，要靠一大堆精密部件组成迷宫一样的光路，什么波导、分输器、反射镜，不但大，还容易出错，根本没法轻松延展。哈佛团队的思路很不一样，他们用超构解面 Meta Surface 来玩光。这种表面就像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纳米积木，把一堆复杂光学操作压缩到一个超薄片上，一片就能完成传统光学系统的操作。更神的是，这块超构表面不仅能操控单个光子，还能制造光子之间的纠缠状态，也就是量子计算里最核心的魔法之一。过去做这些需要复杂的分输器网络，现在变成一片薄膜搞定，真是一敌百。不过，想让这么一小片东西搞定多光子纠缠可不容易。光子越多，可能的干涉步径就像打游戏开地图一样疯狂延展，传统设计方法跟不上。哈佛研究者灵机一动，把图论搬出来当设计工具。就像画流程图一样，他们用点和线描绘光子如何纠缠、干涉和变化，把原本混乱的光线路径用数学画得清清楚楚。这不光让设计变聪明了，还给超过表面的开发打开了新大门。以后要做光子计算、光子传感，甚至一整套光子聊史贴片，都可以靠这类超构元件实现。简单说，未来的浆子设备可能不像现在这么笨重，而是变成一张薄片，贴在芯片上就能搞定，就像贴膜一样便捷。量子世界正从庞然大物走向纳米扁平化。谁说光子不可以走极简风？